嗨，我是专注健康发声的 NONO 老师，欢迎来到烧麦的频道，和 NONO 一起学发声。那我们今天的 topic， 我们的主题就是什么样的声音会赚钱？那很多的朋友给我的反馈就是，他可能不那么爱唱歌，或者他唱歌唱得不好，所以他根本就是放弃了去学唱歌的想法。那我觉得这样，在这里我要跟你澄清的一件事情，我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学习正确的发声方法，因为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离不开的就是你的声音，你传递的就是用你的声音来传递你的想法。那在我的频道里面，我很致力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你的声音来满足你的想法。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就需要不断的跟别人沟通啊，那透过用正确的发声方法，你甚至可以发现，我好像能够抓住一些生活当中的机会，我好像变得更加的自信，原来发现我是需要去学习发声，能够帮助我说得更清楚、更快速、更有力。那我们话不多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什么样的声音会赚钱？看到这里，请你为我点一个赞吧。那今天我们第一个部分呢，就会先来看看谁的声音让你知道那是他说得好，他就能赚钱。那我不忍就想起了在应该是10几年前了吧，快15年前，我们在中国有一个主持人叫华少，那他当时一直能够在最顶流的那些节目里面出现做主持，原因是因为他说话快、清楚、咬字清晰，然后干嘛呢？将广告词念得最快最快。那我们都知道嘛，那在广告都是按秒来计算嘛，所以他可以在40秒之内念完这么多话，还可以清清楚楚。我们来听一下。所以你们听到他说只要给他40秒时间，他要标入一个广告。我们来听一下，听一小段。真的好凉茶，真的好声音，感谢各位继续锁定凉茶领导品牌加多宝为您冠名播出的加多宝凉茶中国好声音巅峰之夜和吉利天动力蛙吉利天。好，我们还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用最快的速度能够将他的词念得最清楚。那其实，在电视台主持人上，他就有了广告效益，对吗？好，我们再看另外有一个山东主持人，那他的速度可以说在清晰度上好像有一点那么胜似华少了。我们来听一下。豆粕纯牛奶营养性选择，感谢豆粕纯牛奶提供的20万元的梦想基金，感谢为本温吃饱餐提供的价值50万元的精装海景房，感谢悦华所居提供的 iPhone 4。好，从这2位主持人当中，我们深刻的可以感觉到，原来他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面说得清楚能够将字这样蹦出来的速度快，就已经能够让他们在职业生涯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了。好，那另外除了主持人之外，那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脱口秀演员了。那对他们来讲，他们需要用他们的声音来传递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笑点。那在这里面，他们所包含的文化就非常多了。其次呢，那我认为就是博主了，就像我们这些 YouTube 或者说各种平台上的主播，如果你的声音出现我曾经听见过一个人的声音，他一直是大家好，今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即便就是说他的内容要极具吸引力和含金量，人们才会一直持续听下去。不然呢，他就会因为在声音上面失去很多的耐心来吸引观众。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是要来看一看含金量到底是在哪里。那我选择了两个脱口秀演员，我们来做一个对比。一个就是在国内的脱口秀演员，她叫Nora， 一个女生，会说英文为主的。另外一个我认为很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 Uncle Roger，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将他们2位做一个对比，看一看声音当中的魅力到底是在哪里，什么样的声音他们做了什么样的调整跟变化，让别人可以一直听他们说话。当然了，还有一个特色是，当你这样子去改变自己声音的时候，你会赢得你生命当中什么样的机会呢？你都看到这儿了，那我们就进入他俩的对比啦。那首先我先来讲一下我们对比的这个环境。首先我就会选择 Uncle Roger 跟 Nora， 他们2个都是 live 现场里面的一个录音，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声音采样是如何的。其次我们来对比他们的声音当中哪些是具有优势，哪些是有些变化，让我们可以看完这一期节目之后呢，你就大概知道你该去如何调整你自己的声音，或者说
在你的声音里面，你是不是缺乏了一些元素，让你说话的时候没有那么有说服力，或者说没有那么有领导力。那我们在声音当中其实需要很多场景的，比如说你是需要在工作当中与你的老板对话啊，或者说你是一个 manager， 是一个 leader， 你需要跟你的下属说话，还有你在生活当中你需要跟你的亲人跟朋友们沟通聊天，还有你作为一个学生，你需要 presentation， 你需要去演讲。当然了，更多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与朋友们在一起之后，别人愿不愿意更多来听取你的建议，即使你有很好的想法，那未必别人就能够被你说服。很多的关键点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微微的调整，只要学会正确的发声方法，让你的声音可以自然的表达出来，那么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筹码。好，我们今天就开始对比了。第一个，我先来放 Uncle Roger 的视频。叮咚，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为我点一个赞吧。You haven't made a restaurant, so where you cook? At home? 好，首先很多人都很喜欢 Uncle Roger。那我去看 Uncle Roger， 他的自然的说话的声音，跟他其实在对外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有几个地方不一样呢？Uncle Roger 他其实正常说话的时候，其实声音是比较温和的啊，以中低音为主。我们来看一下。OK 啊，我也不知道朋友是谁，所以是。好，我们可以看到 Uncle Roger 他在说，就是他离开他工作时候，他的生活里面的声音，其实就是你邻家可以听到一个普通男孩的声音。那么在他实际我们在脱口秀当中，或者说他在 live 脱口秀当中，他的声音用的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听一下。So you not chef? 第一，他刻意的提高了他的音高，对吧？他比如说，我不知道谁是谁啊，那我们在这边，他说 So you， 他突然。For you 啊，它出现了一个高音。那我们在说话当中就会发现 Uncle Roger 他最大的改变是他的声音全都变得更加尖、更加亮，对不对？我们来听一下啊。Yeah, you just home cook. 但是呢，最特别的是 Uncle Roger 会一直出现我们稳定的中低音，他用的最大的方法是将他的声音变得更亮、更尖。但是在 Uncle Roger 说话里面，他一把握了他的速度。第二，他不失去他的低音，所以呢，他就说 You just home cook。这句话不行，再来一次啊。You just home cook. You just home cook 啊，这个是一个低音出现，然后它会出现一个反差，就是 Why you？ 我们来听一下啊。Nowadays, all my nieces and nephews so busy with Hello Fresh fit and wholesome recipe. You can eat delicious meal with the worry. OK， 这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首先第一件事情 ，Uncle Roger 他将他的声音变得非常的丰富和极具戏剧化。什么意思呢？他有些时候会出现高音，有些时候会尖尖的声音，还会有低音，然后有一些怪怪的变调。那他在 live 里面说话的时候呢，他会突然出现一个高音 What you 啊？你是在说什么？它里面还有一些本地的口音啊，马来西亚本地口音，让人就觉得很有兴趣。其次，他用了高音，不断的在吸引人的注意力。再来一个，他不缺乏低音，让人觉得他是可以靠近和亲近的。那 Uncle Roger 在他的这些演讲里面，他那些变化丰富的声音，而且他的音不咚不咚不咚，一直会让你能够跟上他的节奏啊，节奏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在节奏里面，你不会觉得无聊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啊，其实挺有意思的。We use Hello Fresh for a few weeks now. So convenient. No need go grocery. 哒。如果你们去关注的话啊，你们去看一下 Uncle Roger 的声音，它就会具备几个因素啊：一，丰富的变调；二，有意识的节奏变化和稳定的 beat 节奏；第三，它不缺乏高音，它一直有稳定的低音；第四，他有时候会改变他的语速，这样就让你一直能够被他吸引，至少你会觉得好新鲜啊！那我们来看看 Nora 有什么不一样。好，我选择的也是一场 Nora 的那个线下的一个活动。是高起来，高那是要高山上啊！你今天来看演出，你父母知道吗？不知道是吧？好，你看 Nora
Nora 其实我有去关注她几期的节目，她的特色是，当她如果在一些选秀的一些节目上面，公开节目上面的时候，她的话筒就会显示出她的声音偏闷啊。这个特色是在于，因为她的音频里面，她的声带里面高音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从她的 live 里面听见啊，她的声音就会偏薄偏亮啊，你就会听见她的声音里面。我们再听一张下高山啊。所以当我们长期听这些东西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在我认为如果他是在他的就是我们叫做包袱，他的那个说话里面那些有意思的东西没有那么高频率出现之后呢，他的声音就会失去他的我们叫做不是他的最好的武器了。因为长期的高音和偏亮的声音会让人觉得有一些疲惫和压力啊，所以呢但是他在他的演讲里面，他的停顿是做得不错，所以常常会让人觉得可以有休息的地方。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钱是哪里来的？好，即便他用说这钱是哪里来的呢？所以他没有刻意像 Uncle Roger 这样是这钱是哪里来的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较大的声音的丰富的区别。所以在Nora 他的声音里面，他的整体声音里面就是偏高。速度我觉得把握的不错，但是它缺乏了低音的部分，所以当你听久了之后，如果那个包袱笑点不够频繁不够好笑，你可能就会觉得听起来就会有一些累。那么我们再往下听一下啊，你都看到这儿了，应该给我点赞了吧？小哥，原来你是一个人来的吗？你300块钱零花钱。好，我们来听一下他在大会上面的一个秀，可以吗？我们看一下啊。就是不想挑战女生，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发现他的声音就会特别有的感觉，就是不想挑战女生，这是因为他的亮音过高，我们的调音师就会给他增加中音跟低音，那就会显得他的声音过于闷啊，那就会很吃力咯。线下包括你们今天看到淘汰的有非常多优秀的女演员，就怎么说呢？有句话说，好像男生比较多，这句话的水分啊，跟那边的人一样，水分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笑点。但是呢，他与 Uncle Roger 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他在这里的语速的差异性拉得不够大，所以就好像那边的观众一样，停一停。有些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绝对不要害怕空白。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留下空白的时候，其实也是给别人一个我们叫做 reaction 的一个过程。即便是在一个对话当中，适当的停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了啊。你看啊，我们声音里面要有音色上面丰富的变化。第二，要有一个高低音平均的差异，还有你的语速和停顿非常的重要。再来一个，就是你的声音够不够有亮的地方。亮其实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亮音足够，就好像你会突然说一个所有的人就会他就会跟着你说什么呢？会有些时候，我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啊，你如果在学校里上课，那些大课200个人左右，对吧？然后呢，大家都很安静啊，就听，即便有人在睡觉，然后突然有人电话声音响，100%的人都会被那个声音所吸引，所以那一个高亮的声音就是可以很有意思的吸引别人。所以在一个长期的对话当中，突然一个高声的亮声是可以让别人记得跟给到你一个专注力啊。所以当你缺乏高音，所以你的声音是一直的声音的时候，听久了是人都睡过去了，对吧？所以我相信你们在历史课啊这些课里面，政治课里面一定会睡过去主要是那老师说话太频繁了。OK， 那声音当中为什么一定要出现低音？因为低音就是给人一个信赖感，低音就是给人一个相信感。你说很多人有威严的人就是你所认可的有威严的人，他如果跟你说，难道你就不相信我吗？还是难道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我们的区别就是知道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和对什么人说话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改变它，变得丰富、有节奏、适当的停顿。那这个就离不开正确的发声方法。当你不能够正确的使用气息肌肉的时候，其实你就不能够做到你想要照的变化。那我在这里推荐我早期的一个频道视频，叫做正确的发声方法，
当然，还有一个视频呢，就是如何让说话变得更加有魅力。如果你有兴趣的，就赶紧去点开看。当然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就在下面给我留言啊，或者是给我的邮箱发你的声音，我会给你一些建议，甚至可以给你一些方法，让你可以快速的去改变它。当然，声音受损的朋友，我依然有一些方法可以来帮助你，能够快速的来恢复你的声音。那无论如何，在我的频道里面，我就是致力于让你可以健康的发声，自信的说话，赢得你生活里面的关系和你的机会啊，你可以赢得你的工作啊，赢得你的听众啊，这一切都不是不可能的，好吧？不要忽略你的声音，和我一起来学习健康的发声方法。我们下期再见哦，拜。